能玩到嗨的发酵食物一定是康普茶。只要了解了原理，再打开思路，它能成为你家里用途最多的发酵食物。用10斤水煮10克茶叶，放1斤糖，1份红茶菌种就足以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冷饮。在中国，它的名字很多，国外称为康普茶。据说康普茶源自于公元前200年的东北地区，后来由一位叫康普的韩国医师传入日本，因此国外称为康普茶。康普茶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，很多人认为它只能用各种茶叶和糖水，那只能怪你没有打开思路。它完全可以使用各种你喜欢的蔬菜、水果，甚至香料来煮水，会产生让你意想不到的风味。首先要制作一款最初级的康普茶，购买1份红茶菌种，把你喜欢的原材料煮水晾凉后，加入10%左右的糖，再把菌膜和菌液放进各个瓶子里，静待1周左右，就会得到口感酸甜、最初级的康普茶，几乎不会失败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思路，让它成为你家里用途最多的发酵食物。在家里制作发酵食物，如果了解一些原理，就能变换出很多种吃法和做法，也会更安全。康普茶也不例外，它其实是一个多菌种的共生体，起到主要作用的是酵母菌、乳酸菌和醋酸菌。酵母菌负责把糖转化成乙醇，也就是酒精，醋酸菌负责把乙醇转化成醋酸，所以发酵好的康普茶是酸甜的味道。其中甜味来源于微生物分解后转化的葡萄糖、果糖和制作过程中所添加的糖分，酸味来源于乳酸菌生成的乳酸和醋酸菌生成的醋酸。康普茶中的醋酸菌和我们日常吃的醋中的醋酸菌是同一个家族，但功能不同。康普茶中的醋酸菌主要是木质醋酸杆菌，它的产酸能力并不强，所以发酵出来的饮品才不会很酸，但是会产生细菌纤维素，也就是康普茶上面的一层膜。它是一种多糖，不容易被人体吸收，它的密度小于水，所以会漂浮在液体的表面。1周左右，液体的表面就会形成一层果冻状的菌膜。玫瑰花和薄荷叶的味道完全征服了我们。使用的原材料不同，给微生物提供的营养就不同，产膜的能力也不同。但是这样的味道根本无法满足我的味蕾，那要怎么调整味道呢？把液体取出来进行2次发酵。如果你想要气泡很丰富，就选择糖度高一些的水果，糖分能为酵母菌继续提供营养，产出大量的气泡。这时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水果。常温下发酵3天左右，就能得到幸福感满满的气泡饮料。冰镇后再饮用，会让你品尝到翻倍醇香的味道和气泡在舌尖炸裂的口感。发酵1个月左右，你的康普茶也到了该换水的时候。剩下的液体能干什么用呢？有大用途。如果很长时间不换水，酵母菌会把糖原几乎消耗殆尽， pH 值能达到 2.5 左右，非常的酸。如果你把它当醋或醋酸菌来使用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既然是醋，那就先扒一些大蒜，把根部去掉，再把你要倒掉的康普茶液体倒进去。半个月左右，你就能得到酸甜口感的腊八蒜，味道非常丰富。那如果把它当醋酸菌来使用，都能干什么呢？用它来做苹果醋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把苹果冷冻48小时以后再榨汁，能提高2度左右的糖。榨汁后舀几勺液体放进果汁里，常温下3天左右，如果有果冻状的膜产生，说明状态非常稳定，没有受到杂菌的污染。用果汁做康普茶，注意不要加糖，一般的水果糖度都在10波美度以上，足以为酵母菌提供营养。再加糖反而会让酵母菌异常兴奋。如果产出的酒精量过大，让醋酸菌无法消耗，导致菌群失衡，发酵失败。这是我们用猕猴桃汁又加了10%的糖，产生了非常多的气泡，没有菌膜产生，味道极差。如果选择含糖量高的水果，要用水稀释。苹果汁的产膜能力非常强，5天左右就会有很厚的膜，这时的味道非常的醇厚。不想喝就再继续发酵15天左右，你会得到一瓶苹果醋。如果再继续发酵，酵母菌会把苹果汁里所有的糖全部消耗掉，会更酸。经常用吸管来品尝一下味道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酸度。那剩下的液体怎么办呢？倒进锅里，中火加热，边加热边搅拌，直到液体呈现出粘稠的状态。倒进碗里，在冰箱冷藏半小时。
就能得到带有花香和果香风味的糖浆，抹在面包上简直就是幸福的味道。2个月左右的康普茶会产生很多的菌膜，那应该怎么用呢？不如把它切成丝，跟黄瓜拌成凉菜，一道夏天清凉解暑的小凉菜就做好了。其实康普茶的用途远远不止于此，评论区一起来分享你的康普茶都有什么用途吧。